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場可以說是網絡安全領域裡一次非常關鍵的實戰演練。主角是誰呢？一方是頂尖的人工智慧，另一方是我們很多人每天都在用的瀏覽器 Firefox。這件事的重點，它不只是一場技術展示而已，它更像是一次預演，讓我們可以提前看到未來整個網絡世界的攻防戰會變成什麼樣子。那在我們開始之前，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很直接的問題：你每天開來上網工作的那個瀏覽器，你覺得它真的安全嗎？這個問題，我想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還要複雜。而我們今天的內容將會給你一個全新的思考角度。好的，這次的分析我們會一步一步來拆解。首先，我們會先了解這次 AI 面對的挑戰到底有多巨大，也就是 Firefox 這座號稱數位堡壘的軟體。接着，我們會揭曉 AI 取得了哪些讓人跌破眼鏡的成果，然後我們會深入幕後去看看這個 AI 究竟是怎麼思考跟工作的。再來，我們會分析一個全新的戰局，就是說找到系統的漏洞跟實際去利用這個漏洞其實是兩回事。最後，我們會一起來討論這個現況為身為防守方的我們帶來了什麼樣的機會。好，那我們就先從第一個關鍵點開始看。Firefox 這座銅牆鐵壁，它到底有多難攻破？這也是這次 AI 抓漏的實戰現場。我們得先有一個共識 ，Firefox 它不是一個普通的軟體，你可以把它想成是目前全世界最複雜，而且經過最多頂尖專家反覆測試、公認最安全的開源專案之一。它就像一座數位世界的堡壘，有無數頂尖的工程師日夜不停地在加固它、維護它。它城牆超級厚，防禦工事可以說是密密麻麻。在這種等級的軟體裡面，想要找到一個全新的、以前從來沒有人發現過的漏洞，坦白說，對任何一位人類專家來講，都是一項極度困難的任務。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當 AI 被派去挑戰這座堅固的堡壘時，它到底取得了多驚人的戰果。這次的任務目標設定得非常明確，而且極具挑戰性。研究人員讓當時最新的 AI 模型，也就是 CloudOpus 4.6，在短短2個禮拜的時間內，去找出最新版 Firefox 裡面全新的安全漏洞。這裡的關鍵詞是全新，這不是去翻一些已知的舊問題，而是要找出連 Firefox 官方都還不知道的零日漏洞。這難度大概就像是要求一個探勘隊去一座已經被全世界挖了幾十年的金礦裡面找出全新的黃金礦脈。結果出爐了，在短短的2週之內，這個 AI 總共找到了22個全新的安全漏洞。你聽到22個可能會覺得好像也還好嘛，但真正關鍵的地方在於這些漏洞的危險等級。在這22個漏洞裡面，被官方的資安專家評定為高風險等級的，你猜猜看有幾個？答案是14個，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我們得理解什麼叫高風險漏洞，這不是說你電腦會變慢一點那種小事，這代表駭客有可能利用這些漏洞直接偷走你的個人資料，甚至遠端控制你的電腦，這已經是最高等級的警報了。為了讓大家更具體地感受這14個高風險漏洞的分量，我們來做個比較。你可以想象一下，在2025年一整年，全世界所有頂尖的人類資安專家回報並且被修復的高風險漏洞總數 ，AI 在這2週內找到的數量就佔了將近1/5。換句話說 ，AI 只用了短短2個禮拜，就完成了頂尖人類專家團隊大概要花2個半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這種效率的提升已經不是同一個量級了。看到這麼驚人的成果，下一個問題很自然就是，這個 AI 究竟是怎麼辦到的？接下來我們就來解密 AI 的工作流程。這背後其實不是什麼魔法，而是一套非常精密的作戰流程。第一步， AI 會像一個歷史學家去熟讀過去所有被發現過的漏洞檔案，學習它們的共同特徵和模式。第二步，它會像一個超級偵探，對將近6000個檔案的程式碼進行地毯式的搜尋。第三步，它會標記出所有它覺得可疑的地方。但最關鍵的是第四步，
自我驗證，它會用一個叫做任務驗證器的工具來反覆確認自己的發現到底是不是真的，還是只是誤判。一旦確認，它不只會產生報告，甚至還會直接提出修補程式碼的建議。這等於是它同時扮演了醫生和藥劑師的角色。我們剛剛提到那個任務驗證器，這個概念非常關鍵。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AI 的一位專屬教練。當 AI 提出一個“這裡好像有問題哦”的猜想時，這位教練會立刻幫他進行測試，然後給出非常及時的回饋，像是“沒錯，你說對了，這個地方確實會讓程式崩潰哦”，或者“不對哦，你想錯了，這裡其實沒問題”。就是因為有了這位教練， AI 才能不斷的自我修正、深入探索，直到真的找到問題為止，而不是像無頭蒼蠅一樣在那邊亂猜。好的，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 AI 在尋找漏洞這方面的能力，已經達到了世界頂尖的水準了。但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更深層次的思考，那就是網絡安全的攻防戰現在進入了一個全新的賽局。找到一個漏洞，跟實際去利用這個漏洞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這就帶出了下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既然 AI 這麼會找漏洞，那它有沒有能力自己寫出攻擊程式，去利用它找到了這些弱點呢？這不只是我們好奇，這也是研究人員最想知道的答案。於是，研究人員就給了 AI 一個更難的挑戰。他們說：好，你已經找到了這些弱點，現在請你打造出能攻擊這些弱點的武器。他們讓 AI 進行了數百次的嘗試，結果呢，成功率非常非常低，不到1%。在數百次的嘗試中 ，AI 僅僅成功了2次，也就是說，有99.5%的嘗試都是失敗的。這件事情說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現況，這個結果揭示了 AI 目前能力的一個核心矛盾。在尋找漏洞這件事情上 ，AI 是一個世界級的專家，而且成本相對低。但反過來在打造攻擊武器，也就是寫出利用漏洞的程式這方面，它目前還只是一個新手，而且成本非常高。你可以這樣理解，他很會找一棟房子哪裡有門，但他還不太會自己配一把能打開那扇門的鑰匙。負責這項研究的 Anthropic 公司，他們的研究人員也直接下了結論。他們說 ，Claude 在尋找這些漏洞方面，遠比利用它們要厲害得多。這句話可以說是精準地點出了當前 AI 在網絡安全領域的真實能力水平。這種很會找但不太會用的能力差距，恰恰就為我們這些網絡使用者和軟體開發者，也就是防守方，創造了一個極其寶貴的戰略機會。那防守方該怎麼把握這個機會呢？Mozilla 團隊在這次合作中就提供了一個黃金範本。他們發現 AI 報告裡最有價值的貢獻有3點：第一，提供最精簡的測試案例，直接證明這個漏洞真的存在；第二，詳細解釋這個漏洞的運作原理，讓我們知道為什麼會出錯；第三，也是最關鍵的，直接提出可能的修補建議。這等於是讓 AI 幫人類專家完成了80%的繁瑣工作，而專家們只需要專注在最後的決策跟修復上。不過，我們必須非常清醒地意識到，這個所謂的防守方優勢，它是一個暫時的機會之窗。隨着 AI 技術每天都在飛速進步，它在尋找漏洞和利用漏洞這兩者之間的能力差距，幾乎不可能維持太久。未來 AI 編寫攻擊程式的能力幾乎可以肯定會越來越強，所以現在就是我們強化所有系統防禦的黃金時間。這也留給我們所有人一個最終的思考題：當 AI 慢慢的演變成一個終極的程式碼安檢員，但同時也可能成為一個最強大的萬能鎖匠時，我們要如何確保那把能打開所有門的鑰匙始終都掌握在對的人手裡？好，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最頂尖的 AI 在尋找軟體漏洞這件事情上，它的能力跟效率已經超越了人類專家團隊。第二， AI 目前防守的能力遠強於攻擊的能力，也就是它很會找漏洞，但不太會利用漏洞。這給了我們一個寶貴但很可能非常短暫的防禦機會之窗。第三，現階段最有效的模式就是把 AI 當成人類專家的最強輔助，讓人跟機器協作來發揮最大的效益。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